药中剑沾染了还清的仙气，妙法阁以此做出了锦溪咒。现下九重天，人尽皆知我要重修仙灵。若谁将此消息告诉还清的话，便会引来天罚。当年我看到你翻乌龟的时候，你没用此招对我，也算是宅心仁厚了。这个术法能不能教给我啊？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我没有秘密，我就不能回野兰山斗斗紫菱吗？应还清上钩的饵已经放出，只是不知谁会遭雷劈。无论是谁，希望不要是司母。司母，你被还清相救，并非偶然。虽然你失了仙灵，但我稳住了你的灵力。既然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日后你就不用再藏着掖着了。待我重夺天地之位，我会为三义屋洗去罪祖之名。你让陆景给司慕下咒的时候，多加了一份密音。如果他能够想明白，放下仇恨，便能重获自由。可若是他仍然执迷不悟，帮助还清作恶的话，你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三义乌一族是否灭族，是生是死，皆看你的选择。帝尊，不必再为我耗费仙力了。如今我已不是天帝，你还唤我帝尊吗？您是我跟随的明主，无论何种境遇，您都是我的帝尊。帝尊能成功救出我，是姻缘授意。他们布下一局，我正是那个引您上钩的诱饵。我早就知道了。应渊与我相识万年，必是料定了我会入局。说吧。5日后，应渊将收复3大神器，重修仙灵。他们找不到我，又知道我不可能眼睁睁地让他恢复仙灵，所以用此方法引我出来。此番大战对他们是生机，更是转机。只要我能成功阻止，他和九岐便再不是我的对手。帝尊此行一定千难万险，切莫掉以轻心。好。你安心养伤便好。帝尊，我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好。
晋西咒。月瑶仙君说，神器属灵，一旦认主后便很难更改。若是要结阵，使其重新认主，凝聚仙灵，需要以性命为赌。解此阵法，中途仙力会尽散，施法者十分脆弱，一击必死。与神器缔结盟约后，仙灵才能够重塑。现如今，你的修为大损，3神器同时进入体内，恐怕神力会让你难以负荷，所以到时候我与你一同入阵，帮你分担一半的痛苦和风险。还有我，虽然我的灵力不及你们，可我也不能袖手旁观。在你们结阵的时候，我用汉淡真气稳住你们的气息，不会让还清近你们身，伤你们分毫的。你们2人就不用管了，此乃天界之事，我作为帝尊，我应该自己去解决。行了吧，你别以为大家都叫你帝尊，你就有多么了不起了。别忘了，现如今仙灵可不在你身上，而一眼却在我身上。这时候的我法力比你强得多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唐周。你下凡历难这一遭，自己经受了多少痛苦，我又救了你多少次，你还记得吧？现如今大难临头了，却不需要我的帮忙了。于墨说的是，在我们面前就别再摆你帝尊的架子了。事关苍生，那我就不拒绝了。于墨，待所有的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再和你比个高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还有我们是行侠仗义、日行一善小分队，谁都不许掉队啊！禀帝尊，天心台传来消息，晋西咒已起，天罚落了。是谁？司慕。现如今，还清已经上了钩，看来我要回到山境，准备起来了。我跟你一起回去。野兰山是我在凡界的家，大战前的几天，我想回去陪陪他们。走吧。修复仙灵的过程过于危险，稍有差池便会万劫不复。少主，您身怀修罗尊主与染清元尊的双重神力，只要激活此血脉，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除掉还亲，还可以复活枉死的修罗族人。血脉重启，死的就不只是还亲一人。少主，难道您不想复活帝尊了吗？只有放出体内的天地元神，才有一线希望。先帝尊的元神，是为了压制我体内的修罗血脉。我一身仙力，皆为天界教化，哪怕没有修罗血脉，一样可以除掉还亲。此战之后，少主便是3界之尊。少主顾念3界生灵，却为何总是弃修罗全族而不顾？若人人为复活种族，逆天而为，那3界的秩序何在？修罗血脉不可控，若真的复活的话，才会成为真正浩劫。您是从小长在天界，可别忘了，您身上流淌着谁的血？您是我们尊主的儿子，永远是我们修罗族的少主。吾是何人，从不因血脉而定。别再叫吾少主。你是修罗族最后的族人，不要走私募的老路，去八苦吃吧，忘记一切，去凡界自在的活着。少主，我此生所求便是效忠尊主，效忠您，别赶我走。你的执念，创世之战时便应该放下。帝尊，
让我在最后助你一次吧，全当是还尊主的往日之意。还亲死后，我立刻入八库池。罢了，便如此吧。临江，你的尊主曾言，往日皆是不可沉溺，希望你能记住。云墨哥哥，你明日就要去赴险，我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昭兰妹妹，你大可不必担心，我已然想好万全之策。云墨哥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难道你不想向严旦要一个答案吗？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平安归来，但如若遇到任何意外，无论是你还是他，难道你不会后悔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你的心意吗？如若平安归来，日后千载皆是告白；若是不能归来，我也不想徒增他的压力和伤心。我此生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严旦永远不会皱眉，永远快乐、平安。严旦，帝尊不见了。帝尊与桓清一战之后，伤势十分严重，他怕大家担心，没有透露丝毫。这些日子，帝尊夜夜难以入眠。哎，这明天就要结阵了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怎么办呢？再继续分头找。是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里逍遥自在？陆景都快急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严旦，做梦真好，你又出现了。怎么喝成这样？也好，既然你在梦里，那我问你的话，你都要如实回答。这片莲池你是什么时候建的？你曾经骗我说屋外开满了莲花，现在谎言成真了，你高兴吗？我当时骗你，是想劝你继续活下去，谁知道眼瞎了还这么难伺候。在地啊，是我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其实严旦，我早猜出是你了。你早就猜出来是我，那你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是将死之人了。
与你相认又如何？我怕自己，更害怕你会泥足深陷。别再喝了。喝了酒，你才会出现。燕丹，仙魔大战，该死的人是我。若不是我失察，3位帝君和北冥仙君他们就不会死。是我害死了他们，还有你。若你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会一直快活自在，无忧无虑。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你总是愿意把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再钻牛角尖了，好不好？不是的，从一开始就是我的错。当所有人都告诉我，是直系万幸救了我，但我一直很想告诉你，我知道是你，因为帝尊的告诫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因为我害怕失去你。明明知道你会很伤心、很痛苦，但是我还是故意瞒着你。还有，看着你心灰意冷地跳下了无桥，燕丹，是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那你为何要亲手把我们的回忆全部抹掉？你带着回忆，太痛苦了，你一直无法渡过忘川，所以只有重新开始，哪怕是忘了我。那些痛苦，留给我就好。这是你留下的如愿酒。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会喝一杯。可惜，美梦再好，我终究还是失去了你。
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我真的错了，沉迷于遗忘，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傻瓜，回过头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不，我没让你原谅我。但是你别放下我。洗尽前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纸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不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，梦中有两人一空。昨日的你不是梦，燕丹，若你心中真的没有了我，怎会留着这沉香炉？原来沉香从未成仙。厮守。
应渊，我知道你这些年疏于修行，但没想到你竟然弱成这个样子，你根本不配做天帝。傀儡术。 我在藤蔓中设下了法阵，你将他困住即可。为什么还是这么任性？环清没有这么傻的。如果他看出来我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冲破所有的藤蔓，那你跟于墨就危险了。我只得如此。环清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大很多。所谓双管齐下，便是摄结界、收神器。如若不敌，便可以引环清入魔像。魔像可以使人看到最恐惧的事物。对于环清来说，最恐怖的。 便是当年大战中的4大帝君，我们可以借助帝君的力量来除掉环清。环清心智坚定，魔像幻境困不住他。不过九重天有一种将幻境暂时化虚为实的仙法，只要不离开魔像，3位帝君便能始终相助于我。若进了魔像，还杀不了环清呢。九重天自然有消域灭灵的方法。 只需要1炷香的时间，1炷香后，魔像便会带着环清一同毁灭。不好，来不及了！于墨，于墨，上！ 应渊，应渊呢？不好了，看来他又被吸入另一个梦魇幻境了。我知道了，既然那个魔像可以随心而动，那我们可以借力而为。 应渊，你们敌不过我，竟然施绞计令死人出手，当真卑鄙呀！你若没有丝毫愧疚和恐惧的话，他们就不会出现。你心中始终清楚，所做的一切都是罪孽。有罪如何？无罪又如何？我能杀他们1次，便能杀第2次。
应渊，魔像能催生心魔化人，你以此对付我，我亦可反制于你。你越想摆脱修罗血脉，我就越让你记住，这玄烨是你的父亲，是你天生的罪孽。竟然将全部神力和修为汇于这丹中，以此为祭，击出压制应渊血脉的元神。尊主血脉重现天日，修罗族定能卷土重来。灵将，使命已了。蠢货，这不过是魔像造出的幻想罢了。假亦真实，真亦假。若不是为了旧日恩情，我早该在创世之战中死去。如今再遇尊主，得见尊主真容，即便是溺死在心魔幻影之中，我亦心满意足，护重不悔。好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我只好送你一程。